大家好，歡迎收睇 GNG 生活日常。今日我哋開始一個新嘅主題，我哋會揀一啲經歷過幾代蛻變嘅香港建築進行回顧。第一炮係已經經歷咗4代，而目前即將會被消失嘅中環郵政總局。現時位於中環康樂廣場2號嘅白色盒，已經係第4代嘅香港郵政總局。目前已經唔再係香港嘅郵政總部，只係用嚟提供一般嘅郵政服務。因為自2023年開始，總部已經搬咗去九龍灣，即係現時中央郵件中心旁邊嘅新香港郵政大樓。以下落嚟，等我哋回顧一下過去180幾年歷代嘅郵政總局。第一代嘅郵政總局係最唔起眼嘅，亦都係冇太多嘅文獻同埋記錄。佢係建於1841年，係位於現時聖約翰座堂嘅附近，大約係中環律政中心嘅位置。用咗5年幾嘅時間就搬去第2代嘅郵政總局啦。第2代嘅郵政總局係建於1846年，係位於畢打街同埋皇后大道中交界，就係而家華人行嘅位置。當時亦都唔係太受注目嘅啫，我哋只能夠靠呢一張郵票去認識佢。但係佢都用咗65年，直到1911年先至搬到去第3代嘅郵政總局。第3代嘅郵政總局係最令人懷念嘅地標。早喺1902年已經確定咗佢嘅選址，就係鄰近當時卜公碼頭嘅位置。興建咗8年，先至喺1911年完成。當時第12任嘅港督卜力爵士認為呢一個大樓係重要嘅公共建設，所以決定以高規格嘅建築物料去興建。建築師係 Denson Ram and Gibbs Company。現存亦都有一啲同一個建築師樓設計嘅歷史建築㗎，例如主教山配水庫同埋香港大學明園堂。大家覺得係咪都有啲似第3代郵政總局呢？都係有一啲紅磚同埋間條嘅裝飾。大樓設計嘅時候係正值維多利亞時期，佢採用咗英國文藝復興嘅風格。大樓樓高4層，設有地庫，建築物係以花崗石建造，牆身配以廣東紅磚同埋廈門磚砌出間條嘅圖案。呢個正係維多利亞哥德式流行嘅結構彩繪裝飾手法。大樓有3條圓頂拱廊，拱頂上面用咗較大嘅拱石，屋頂上面有閣樓，同埋多個荷蘭式山牆。正門入口係位於畢打街，上方嘅三角楣飾有一個捲邊橢圓形嘅裝飾，上面刻咗 GP 嘅字樣，就係郵政總局嘅英文縮寫。三角楣飾嘅下方刻咗 Hong Kong General Post Office AD 1911，就係香港郵政總局公元1911年。面向江樂道中嘅1樓設有一個管道連接碼頭。呢條管道其實喺1960年代先至架設嘅，因為可以直接由碼頭交收郵件。我哋如果睇返1950年代嘅照片，就會睇到佢北面仍然都係好空曠嘅。左邊嘅白色橋係喺1970年代中期先至建成，佢並冇接駁到郵局嘅。其實呢一條橋至今仍然存在。呢一幅圖就可以清晰可見第3代郵政總局就係而家環球大廈嘅位置。最可惜嘅係呢一座曾經被譽為香港最美建築嘅大樓，最終喺1976年因為興建地鐵中環站而被拆卸，而呢一座大樓最後只剩低3件殘骸。當時恒生銀行嘅其中一個創辦人梁潤昌向拆卸工程公司買咗總局喺畢打街同埋德輔道中交界嘅4支花崗岩門柱，然後贈送俾佢嘅好朋友荷利士加道理，最後安置咗喺加道理農場嘅半山。
而總局裏面嘅一節主木樓梯嘅扶手，就由當時新成立嘅古物古蹟辦事處保存。曾經喺2000年代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常設展之中展出，但係而家嘅常設展已經重新再佈置。木欄杆嘅下場究竟係點，已經不得而知啦。另外仲有一個木製嘅拱形牌匾，上面寫咗舊約聖經嘅箴言 As cold waters to a thirsty soul, so is good news from a far country。意思即係有好消息從遠方來，就好似俾凍水俾口渴嘅人飲。呢一個牌匾呢，現時仍然都係展示喺中環郵政總局嘅大堂牆上。第4代嘅郵政總局呢，係喺1976年啟用。佢身處嘅地方呢，自1960年代已經係規劃好嘅新填海用地。原本係要興建一座30層高嘅政府綜合大樓，而郵政總局會佔其中嘅5層。但係喺1971年置地以創紀錄嘅2.58億港元，相當於現時嘅25億港元，買咗政府大樓對面嘅一塊地皮，興建康樂大廈，就係而家嘅怡和大廈。而呢一個創紀錄高價嘅條件，就係喺地契裏面要求北面嘅海景不被遮擋。於是政府大樓嘅高度限制因此改為37米，即係120尺。由於30層政府大樓嘅計劃被擱置，於是政府建築署嘅建築師曾廣敏就重新設計咗一座5層高嘅建築物。呢一個就係第4代嘅郵政總局。佢係屬於現代主義嘅建築風格，設計係強調功能決定形式 （form follows function）， 就好似一個非常簡潔實用嘅盒，由地面可以睇到大樓嘅內部，而外部嘅設計亦都暗示咗每一層嘅功能。正門嘅上方係拱形檐縫，為出入人士遮風擋雨。地下同埋1樓係郵政大堂同埋櫃位，所以用咗高樓底同埋高大嘅窗戶嚟到引入多一啲自然光。而上面幾層就係辦公室，窗戶比較細，而每道窗嘅窗邊有垂直嘅擋板，通風嘅同時亦都可以遮陽。大樓嘅部分位置係冇窗嘅，因為都係一啲機房同埋技術設施嘅所在地。為咗方便運郵件上船，郵局原生係自設郵務碼頭，郵件係可以經輸送管直接卸入船隻。不過碼頭呢，早已經因為填海而消失咗啦。其實4代嘅郵政總局都係臨海而建，由第1代到第4代嘅位置，我哋可以見證到中環海岸線嘅變遷。2015年，國際保育組織將中環郵政總局列入 Heritage in Danger 嘅名單上面。不過，前建築署高級建築師馮永基就認為，郵政總局稱不上係一個精彩嘅建築，冇保留價值。其實唔止一個學者係咁樣講噶啦。我諗係1960年咁上下，即係做一個分界線。咁啊，佢唔係咁歷史咁耐啦，同埋嗰個建築咧，我就真係睇唔到咩特別嘅，即係佢係一個，你可以講係一個好平實嘅一個建築。咁佢完全係即係 functional 嘅，即係佢完全係即係佢係一個郵局啦。而古物諮詢委員會亦都表示，暫時唔會為1970年或者之後落成嘅建築物評級。第4代郵政總局身處嘅位置，而家係中環新海濱3號嘅用地，需要被騰空作為綜合發展嘅用途。政府喺2021年年度賣地計劃當中提出嘅批地條款之中，有特別註明，買方需要承擔一切費用，並且喺各方面達至地政處處長滿意嘅情況之下清拆郵政總局，意味住郵政總局係必須要拆卸，否則任何試圖保育嘅方案都會落標，所以最終佢亦難逃被拆卸嘅命運。建築歷史學家黎俊維表示，拆咗郵政總局之後，
由於對面嘅地契仍然有不遮擋海景嘅條款，所以新建築物仍然都係要維持差不多嘅高度同埋大細。咁點解唔可以將舊建築改變用途，融入新嘅發展呢？究竟歷史建築係咪真係需要以樓齡作為基礎去評估佢嘅價值呢？又係咪必須達到精美嘅地步先至能夠存活呢？根據中環新海濱3號用地嘅發展時間表，當新嘅中環郵政設施喺2027年第4季完成之後，現時嘅中環郵政總局大樓將會由發展商清拆，到時我哋只能夠為佢進行告別嘅儀式。關於郵政總局嘅介紹就到呢一度啦。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歡迎讚好、訂閱、留言。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真牛哥啊，點解要填海啊？因為喺地球上邊咧，海洋係佔大部分喎，陸地啊佔好少嘅啫。咁啊唔夠地方用，咪填海咯。尤其是香港啊，人多地少啊，咁我哋唔夠地方用啊，填啲海咧，又喺嗰度咧起多啲大廈，起多啲屋，咁我哋可以喺度住啊嘛。啊，真牛哥，我有啲擔心啊。你擔心咩啊？我驚地下填下填下，